大家好，我是康信，现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开春5天是旺财关键期，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顺口溜：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困到饱，初四接神，初五隔开。新春期间的头5天是迎新接财的关键时段，也是催旺整年运势的最佳时机。让我来告诉您，初一、初五春节连发的必旺秘法。大年初一，新春贺正。开正就是春节迎新，也叫开春。大抵按农历书上所定的吉时吉方向，焚香、放鞭炮、开门大吉。当开正时刻一到，家中大小要起烧香、祀神明、祭祖先、燃爆竹，满街瑞气，喜气洋洋，共同欢乐迎接新年。新年第1天聚财旺运的好方法，即是选定吉时，在财方位布置招财除秽包或有摇钱树图案的招财画作，可以凝聚财气，迅速招财。大年初一出行称为行春，春象指财气和食禄都能有剩余之意，而行者则有联谊、祝福之功能。男女老幼穿上西衣行春、走春，大都是到寺庙拜拜或到亲友家中拜年，又称为贺岁、贺征。无论是电话拜年、简讯拜年、手机通讯软体拜年等，在正月初一这天一定要互相道贺新喜，说些如恭喜新年、恭贺发财等的吉祥话，让自己和亲友的运气都能旺来。若遇小孩来拜年，别忘了赏个红包，讨个喜气，活络财气。此外，俗语有云：初一早吃斋，巧迎吃一年菜。民间习俗中，在正月初一这一天，早餐必须吃素，且不能吃粥、喝汤，因为粥汤象征贫穷。正月初一的午餐俗称开荤，锅中需烹煮鸡鸭鱼肉等各种食材，象征一年中都会菜肴丰盛，食禄无缺。大年初一是新年开始，除了开运事项外，也有许多禁忌，切记不能触犯。例如，忌打破碗、玻璃等，以防破财运；忌洗头、洗澡、洗衣物，才不会将财运及财富洗掉；忌叫人名催起床，会让对方整年都被人催促；忌睡午觉，会懒散，影响事业运；忌吃稀饭，会导致一整年贫穷；忌吃荤食，因为忌杀生；忌煮新饭，要吃除稀留下来的过年饭；忌吃药，以求新的一年身体健康。大年初二回娘家。大年初二是已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做客的日子，又称迎婿日。这项习俗的原意是父母对出嫁女儿的关怀，而女儿回娘家必须准备伴手礼给娘家兄弟，除了代表自己在夫家的生活过得不错，同时也有带财回娘家的意涵。在这天，也可于门口铺放红色地垫，象征迎宾招财。大年初二也是民间习俗中做牙的日子，必须准备礼供祭祀在地财神、土地公，尤其家中营商者更要准备生礼、水果、香烛、纸钱等，到公司或住家附近的土地公庙诚心祈拜，以求新的一年能够生意兴隆，才可源源不断。此外，大年初二也有许多禁忌要遵守，以免对运势不利。例如，忌洗衣物，才不会将财运及财富洗掉；忌回门礼为单数，由于传统上认为单数不吉利，女婿带回娘家的礼物必须成双。大年初三困家宝。大年初三俗称赤狗日，相传彪怒之神赤狗会在这天下凡间，人们遇之则凶，亦有口角纷争，因此这天不适合外出拜年。另外，赤字含赤贫之意，外出冲犯赤狗就会带来贫穷，且身心经过前2天走春拜年、回娘家的忙碌，到了大年初三，最好多待在家里休养生息。在大年初三这天沐浴时，不妨使用净身盐，可净除赤狗日的秽障，准备初次欢喜接神。在传说中，大年初三的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日子，所以一般人都会提早睡觉，避免深夜点灯，以免骚扰鼠辈亲事。
当晚还有老鼠分钱的习俗，在家中角落撒盐、米、糕饼等供鼠辈们享用。这些给老鼠的食物称为米庄，寓意于新的一年与老鼠共享收成。大年初四接神，在传统习俗中，大年初四是接神日。在旧年腊月24日升天奏报的诸神夜见玉皇大帝并回报人间善恶后，都在初四这天回到人间。根据俗语送神早，接神晚，所以一般接神时辰多在接近中午的时候。为了表示不会忘记有功于人间的诸多神明，因此要以各种不同的祭祀回报，一般都要准备丰盛礼供、香烛纸马恭迎诸神回返，祈求新的一年继续保佑全家平安、家运昌隆。由于大年初四要接神，因此这天既出远门，必须在家恭敬迎接众神明、灶王爷与家神回来，而且相传灶王爷会一一点名，所以家人不宜外出。大年初五隔开，大年初五又称破五、隔开，意思是说新春的节目到了大年初四就算告一段落，日常作息应恢复正常，新年期间的诸多禁忌也不再成立。新征结束，商家开市大吉，门口贴上大大的红字“开张大吉”，能祝愿客如云集，财源滚滚。大年初五这天也是五路财神生日，应要择宜最早吉时打开家中大门和窗户，并燃香表示欢迎财神。此外，还要供生礼、点蜡烛、烧金纸、放鞭炮，以迎财神。通常又称为祭财神或接路头。但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家里，满足人们想发财的希望，在新的一年里大富大贵，财运大发。大年初五要将过年期间所制造的垃圾清扫干净，有送穷的意涵，象征将穷困送出家门。扫地时则要从外往里面扫，才能将金银财宝统统扫进来。温馨提醒：民间算卦习俗同样有着长远的影响，请科学地对待它们，不要执迷其中，要相信人定胜天。在描述栏还有更多分类生肖运程。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要留意我们频道更新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和按右边的小叮当留意我们的更新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频道见。